正义执行，乌特攻袭击俄第748营，数千美军进入乌克兰，驻乌抗俄。俄威胁芬兰国家地位将永远崩溃。备战北约，俄罗斯国防工业爆种。德国耗资100亿升级民防系统，加强战略自主权。法国启用诺查丹马斯雷达。居心叵测，俄罗斯与白俄联合军演。扎波罗热核电站危机，俄将其用于军事目的。精彩资讯马上开始。9月8日，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发生2起爆炸。一支在2022年基辅战役犯下战争罪的部队在爆炸中受创，造成数名俄军士兵死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根据报道，这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报道的。9月8日上午9点左右，2枚爆炸装置在6912军部队旁边的停车场爆炸。这个时间正是俄罗斯士兵执勤的时间，造成一定数量的士兵死伤。第6912军事单位正式名称为俄罗斯国民警卫队，第748独立作战营参与了乌俄战争。开源数据显示，该部队于2022年初参加了基辅附近的战斗，不过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俄军以失败告终，从基辅郊区撤退。根据调查，第748独立作战营的士兵犯下了很多战争罪，乌军这是对其实施正义的制裁。打击俄本土在乌俄战场上，这事儿已经很常见了，连克里姆林宫都差点被开河，更别说区区一个远东城市。不过从乌克兰到哈巴罗夫斯克距离超过6000公里，乌军暂时没有无人机与导弹能射那么远。很明显，这是乌军特工做的，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可以秘密潜入敌后，使用爆炸物或其他手段破坏目标。可惜的是，爆炸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地方当局就对该消息进行了封锁，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暂时未知。经此一事，乌军可以威慑其他俄军部队，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犯罪的代价。战场之上，数千美军进入乌克兰为正义而战。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有数千名美国人加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帮助乌克兰抵挡俄罗斯的入侵。到目前为止，至少92名美国人在战场英勇捐躯。按照乌克兰指挥官尼古拉·拉夫列纽克的说法，有些人来到乌克兰是为了捍卫自由和正义而战。当然，美国志愿者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美国政府是直接避免参与的，都是一些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提供帮助，包括但不限于治疗伤员、将阵亡者遗体送回美国，以及追踪失踪人员等。美国政府不提供支持，这点挺正常的。俄罗斯一直说美欧参与了这场战争，为了不让事态升级，包括美国在内，乌克兰的所有合作伙伴都没有派出成建制的部队参战，大多是维修、后勤方面的专业人员。这些美国志愿者都是以个人名义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换而言之，这些人就是雇佣兵。相比之下，倒是有第三国派出成建制部队帮助俄罗斯，也就是朝鲜。这个时候，俄罗斯就不喊着战争升级之类的话了，妥妥的双标。言归正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数千名美国志愿者，有一部分在乌俄战争爆发初期就来到乌克兰，抵挡俄军的进攻。之后，志愿者进入乌克兰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从未中断。准确的人数，火力军也不清楚。自2022年以来，就不少媒体估算人数，但差异太大，从1000多人到数千人不等。乌克兰军方也没有公开具体的数字。在战争初期，这些来乌克兰的志愿者大多具备一定的军事素质，属于退伍军人或正规的雇佣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者的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更多的是没有军事经验，在美国看不到前途的人。帮助乌克兰就是为正义而战，乌克兰自然也会给予其一定的帮助。乌克兰政府承诺，在军队服役并活到战后的军人，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免费获得4英亩的土地。对于乌克兰而言，其潜在兵源不如俄罗斯，人口差距在那儿摆着都能看到，这也就意味着征兵工作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对于这些外国雇佣兵，乌克兰还是很欢迎的。美国志愿者进入乌克兰之后，会进入正规部队服役，或加入2支国际军团之一，资金与乌克兰士兵相同，而基本工资约每月1000美元，战斗津贴每月可额外增加约3000美元。战场之外，俄罗斯威胁芬兰，小心国家主权，而事实上，俄罗斯也正在备战。根据当前的报道来看，芬兰开始大规模驱逐俄罗斯人。在2022年，普京宣布动员，很多俄罗斯人逃离俄罗斯，进入芬兰。不过根据俄罗斯的说法，普京现在已经不再动员，芬兰认为这些俄罗斯人应该回到俄罗斯。芬兰移民局流程专家劳迪·罗伊科宁表示，欧盟没有为这些逃离俄罗斯的人提供庇护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必须制定自己的国家指导方针，比如赶出去。没办法，这些俄罗斯人就是定时炸弹，谁知道里面有没有间谍？芬兰也没有精力一一排除，
直接遣返俄罗斯就行了。可惜的是，芬兰只是驱逐逃避兵役的俄罗斯，实际上应该扩大驱逐对象，以绝后患。或许是芬兰的举动伤害到了俄罗斯的自尊心，梅德韦杰夫直接威胁芬兰，在9月8日为塔斯社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芬兰以防御为幌子加入北约，但实际上是在为对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北约将利用芬兰作为对俄罗斯的攻击跳板，但芬兰不应忘记与俄罗斯的对抗，可能导致芬兰国家地位永远崩溃。梅德韦杰夫的态度一向都很强硬，很多时候都是吹牛逼，这一次也是如此。芬兰与俄罗斯不是没打过，当初苏芬冬季战争，苏联也只是惨胜。面对加入北约的芬兰，俄罗斯这仅继承苏联一部分实力的国家，惨胜都做不到。或许俄罗斯也明白这个道理，国防工业开始超速运转，备战北约。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瓦迪姆·斯基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将其国防工业推向超速运转，计划2025年生产2500枚导弹、数百辆坦克和数十架战机。按照斯基比斯基的说法，在2025年，俄罗斯计划部署57架新战机，包括苏57、苏35、苏30等，还有近250辆全新的 T90M， 大约1100辆新型 BTR3 和 BTR82A。相比较这些装备，更重要的还是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估计，俄罗斯计划生产约2500枚各种类型的精确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巡航弹道导弹、匕首等。普京在访问萨马拉的库兹涅佐夫发动机设计局时，呼吁加快火箭和飞机发动机的开发。斯兹比斯基表示，俄罗斯正在专注于3个优先事项：更远的射程、更高的精度和更强大的弹头。很明显，俄罗斯这不仅是为乌俄战争做准备，更多的是备战北约。虽然在乌俄战场之上，俄军的表现不怎么样，但还是不能太小看俄罗斯。经过这3年多的战争，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都有所升级，毕竟提前试错了。乌俄战场证明，俄罗斯一贯的大炮主义已经落伍，坦克猛加装甲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主动防御系统才是主流，无人机更是重中之重。就结果来看，俄罗斯已经制定了2026年至2037年的10年武器计划，从而备战北约。不知道哪一天，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就会冲向芬兰，或者是波罗的海3国。不过，以俄罗斯当前的军工情况来说，是否能做到以上目标还是一个问题。另一边，俄罗斯与白俄的联合军演也即将开始，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居心叵测。俄罗斯与白俄举行联合的西部2025军演即将开始，这是自乌俄战争以来，俄白首次进行西部演习，部分演训地点靠近芬兰与立陶宛，北约不得不防。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大约每4年举行一次西部演习。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说法，演习属于防御性质，但是在2009年的演习中，俄罗斯与白俄模拟的是对华沙的核攻击。在2021年的军事中，俄罗斯在白俄大规模集结兵力，并于数月后入侵乌克兰。随着欧洲局势愈发紧张，北约对俄罗斯的警觉日益上升，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国际关系及政治科学研究所教授亚尼·里欧纳斯指出，北约正密切观察西部演习是否透露出俄罗斯会发动进攻的蛛丝马迹，顺带评估一下乌俄战争爆发3年后俄罗斯的战备情况。不过火力军估计大概还是小而精的情况。乌俄战争导致俄罗斯上百万人伤亡，损失了大量的装备，虽然推动了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但是在供应链与劳动力受限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俄罗斯搓不出来太多的装备。根据媒体的报道来看，西部2025军演将于9月12日至16日举行，涵盖俄罗斯的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军区、加里宁格勒北极地区、波罗的海与巴伦支海以及白俄罗斯。部分演习地点距离波兰与立陶宛仅数十公里，例如白俄的戈日亚村附近，还有加里宁格勒的多布罗沃尔斯克。俄罗斯与白俄部队还将部署于苏瓦乌基走廊两侧，这是欧洲最摧毁的防线之一。不过，立陶宛军事情报机构预估，参加西部演习的兵力最多约3万人，远低于2021年的20万人。如果俄罗斯想进攻北约，这点兵力根本就不够。在乌俄战争持续的当下，俄罗斯也不敢进攻北约，其当前的战力不支持双线作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可能会利用演习挑衅北约，比如侵犯领空、网络攻击，甚至破坏民用基础设施，测试其反应速度，以及是否会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这或许会有爆发冲突的可能。俄罗斯对北约的入侵可能会被解读为真正的攻击，毕竟在演习期间，武器已经准备就绪。如果俄罗斯这样做，结果就是战争扩大。接下来就看俄罗斯会在演习中做什么了。面对俄罗斯的举动，欧洲自然不会放任不管。德国投资100亿美元升级民防系统，法国重启诺查丹马斯超视距雷达，捷克、罗马尼亚更是捣毁了一个白俄间谍机构。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在接受采访时宣布，
在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欧元，加强民防系统。按照多布林特的说法，这笔资金将用于升级预警系统，改造新的避难所和掩体，改善全国范围内的应急准备。自冷战之后，德国的警报网络就不断缩减，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常态。没有打仗的威胁，还费这些钱干嘛？不如去买游艇，好好享受一下。不过，在乌俄作战的当下，德国必须扩大警报网络，建设性能更好的预警基础设施，保证在冲突来临的第一时间就通知民众，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不过，光有预警还不行，警报拉响后，还要考虑民众躲在哪儿、吃什么，需要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储备基本医疗用品，加强水和能源系统，并确保关键基础设施能够承受大规模打击。早在2023年，德国就推出了国家安全战略，将抵御混合威胁、网络攻击、大规模紧急情况的抵御能力作为核心优先事项。当然，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把对面砍死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受伤。所以在此之前，德国公布了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计划在4年内将国防开支翻一番，达到1870亿美元，并启动包括欧洲战斗机、装甲车以及无人机在内的60多个重大采购项目。另一边，法国武装部队宣布对位于厄尔卢瓦尔的诺查丹马斯雷达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是欧洲唯一的超视距雷达，探测范围涵盖北海到乌拉尔山脉，还不需要机械旋转天线。20世纪90年代，法国航空航天实验室就开发了该系统，一直处于长期保存状态。鉴于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法国武装部队决定将其恢复运营，并投资超过5000万欧元进行现代化改造。雷达的工作原理就是将高频无线电波从电离层反射出来，使其能够看到地平线之外，天线占地12公顷，可以远距离探测飞机、核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除了传统目标，该系统还可以识别异常物体，比如高空气球。恢复运营并对其进行现代化，目的就是提高准确性，并融入欧洲防空系统。法国和德国已经同意建立一项联合倡议，正式名称为欧洲预警和信息系统，也就是统一地面雷达，并在合作伙伴之间共享数据。预计到2028年，诺查丹马斯雷达将并入欧洲航空运输司令部。对这款雷达进行现代化，不仅能实现探测俄罗斯的威胁，还能减少欧洲对美国预警系统的依赖，加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权，这也是法国一直在追求的。捷克罗马尼亚还抓到了一个白俄罗斯间谍。捷克安全与信息服务新闻处报道，驱逐了一名白俄罗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当前流出的消息来看，这个人隶属于克格勃，平常的任务就是招募特工与收集情报。很明显，这就是利用外交掩护情报活动。在此之前，乌克兰安全局还破坏了白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一项秘密行动。就当前的欧洲局势来看，俄罗斯正在备战，加紧制造武器装备，欧洲盟国也在未雨绸缪，修建掩体、抓特工，破坏俄罗斯的情报工作。未来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之上，俄罗斯还干了一件不当人的事，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当作盾牌，并修建核动力军事基地。在8月初的时候，乌克兰就谴责俄罗斯利用扎波罗热核电站作为军事盾牌，在核设施附近进行炮兵齐射。在发现俄军举动后，乌克兰却没办法反击，万一打到核电站怎么办？很明显，俄罗斯这是将核设施用于军事目的，这不仅危及乌克兰的安全，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核灾难。自俄罗斯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以来，核设施的安全问题一直都是战场的重点。现在的俄罗斯正在将其当作军用设施，一直被用来容纳俄罗斯军队和装备，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的国际机构一再警告核设施军事化带来的风险，但俄罗斯依旧不管不顾。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正准备在亚速钢铁厂的场地上建造一座军事设施，并计划将其与扎波罗热核电站连接起来。当然，具体的计划属于机密。不过事实证明，乌克兰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此之前，亚速钢铁厂属于工业综合体，现在变成了军用设施，并且要与核电站的电力连接，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恐怕不能轻易攻击该军事基地。当前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电力线损坏的威胁很大，其依赖单一备用线路，如果袭击军事基地导致其线路受损，核电站或许也会受到影响。其内部情况也已经岌岌可危。针对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定义了7个安全支柱：物理完整性、设备功能、工作人员压力、可靠的电力供应、连续后勤、辐射监测和通信渠道。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这边，其中6个都已经受到损害。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源，该工厂仅依靠一条外部电源线，所有6个反应堆都处于冷停机状态，没有一个反应堆可以安全重启。在这种情况下，附近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会显著增加风险。不过俄罗斯并不关注这点，依旧我行我素，不仅在核电站周边使用火炮，还将军事基地的电力与其相连，把核设施当作自己的盾牌。乌克兰呼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将扎波罗热核电站非军事化，
并将其交还给乌克兰合法核运营商控制，但俄罗斯恐怕不会同意。根据美国彭博社报道，9月3日，欧盟发布了与南共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这份最终文本的发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南共识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将正式开展。届时，世界市场又将落地一个覆盖 7.8 亿消费者、横跨2大洲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之一，而这也将成为欧盟历史上签下的最大贸易协定。然而，签约的过程却没有文本发布的那么顺利。南共识全称南方共同市场，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4个南美创始国组成。早在1999年，南共识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就进入了谈判流程。谈判是妥协的艺术，欧盟与南共识显然不太精通此类艺术。双方因为农产品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扯，法国成为首当其冲的反对者。纽约时报报道，欧洲市场一旦开放南共识，将导致大量廉价的南美食品走上欧洲人的餐桌，而原本餐桌上的农产品将通通被赶回田里。可法国一直都是欧洲农产品的出口大国，南美人要抢他们的饭碗，法国农民就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于是他们联合欧洲其他国家的农民团体一起反对食品倾销行动。欧盟27个成员国中至少需要15个国家的批准。由于以法国为首等国家的反对，加上波兰和意大利的担忧与怀疑，协定始终无法得到进展。直到2024年底，事情才迎来转折。2024年，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由于对其关税政策前景的担忧，拖了20多年的协定竟然光速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那为什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影响欧洲对该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首先，欧洲本身已有贸易多元化的打算，南共识则对向欧洲销售更多的牛肉和农产品很感兴趣。其次，特朗普确实不负众望，对等关税政策在欧洲引发了不小的冲击。与南共识达成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对欧洲实现贸易多元化显然利大于弊。最后，南共识不仅取消了对欧盟汽车征收的 35% 关税，还减免了其余机械、化学品、服装的关税。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南共识已向欧盟出口了560亿欧元的商品，欧盟的这个数字则是552亿欧元，欧企大概节省了约40亿欧元的关税成本。另外，南共识欧盟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后，欧洲的出口量预计提高 40%， 同时新增创造 2.2 万个就业岗位。要是欧洲把算盘敲烂了，也只算出利大于弊这一个结果。至于法国、波兰和意大利等反对国家，欧盟特意提出一条农产品保障机制，当南共识的农产品进口量增幅超过 10%， 或者价格跌幅达 10% 时，欧盟可启动进口管控措施，则不需要再跟南共识商议，算是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保底措施。至于这个欧洲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什么时候能全面实施，就看特朗普的关税压力是否给力了。根据哈马斯发布的最新消息，他们重申愿意达成一项协议的想法，以期获得全面停火的可能。协议具体分为2方面，一方面双方立马释放所有卷入冲突中的人，另一方面则是立马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以色列撤军的同时，哈马斯将组建一个独立国家行政机构，该机构由技术官僚管理，全权负责加沙的大小事务。协议提案已经得到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批准，就等以色列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提出了5个条件，一旦条件满足，冲突便会立即结束。第一个条件与哈马斯的协议不谋而合，都是互相释放卷入冲突的人员。第二个条件则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为第3个条件埋下伏笔，那就是将加沙地带推入非军事化的进程。第4个条件是在停火之后，让以色列对加沙展开安全控制，以此遏制任何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最后一个条件需要建立一个不威胁以色列的组织。目前尚不清楚哈马斯究竟如何看待以色列的5大条件，不过双方的讨价还价确实是复杂的中东局势的一个缩影。毕竟早在7月6日，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在卡塔尔首都为停战协议进行了新一轮的间接谈判，然而还没出结果，就以美国召回各自谈判人员而告终。8月18日，哈马斯主动作出回应，同意一项由埃及和卡塔尔共同拟定的提议，该提议旨在力促加沙地带停火，而现在哈马斯再次重申了这项提议。那以色列是如何回应的？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该消息称，以军在加沙的行动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以军坦克不但开进了加沙城腹地，还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行动。除了加沙战线，以色列也在维持着也门的战线。然而，双战线持续推进的同时，哈马斯重申的停火协议却始终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回答。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志愿者进入乌克兰背后有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